一句话让 AI 助手生成网页、小游戏，甚至一些脚本。传统的集成开发环境需要我们手动的新建目录安装依赖，不仅门槛很高，配置起来也很麻烦。那如果我们完全不兼容 AI 的话，不管你是独立开发者或者是一个爱好者，你会感觉这个世界就是个巨大的电子厂。那今天我们聊的呢，就是腾讯云的代码助手 CodeBuddy。它的话并不是作为一个软件推出的，而是一个编程扩展插件。我们可以访问这个地址，来到他们的官网，点击免费使用，在这里选择一个你正在使用的编程工具。我这里以 VS Code 来举例，点击安装，打开。它呢会自动打开我们的 VS Code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直接点击左侧的扩展，在商店中搜索腾讯云代码助手，也能找到它。安装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在左侧找到它的图标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chat， 也就是我们日常聊天。比如说你让它更改某一段，可以在这里进行。那如果你想使用他们的智能体 Agent， 那我们点击这个 Craft， 并且呢，它还支持目前处于上升期的 MCP。他们内置了一个 MCP 仓库，我们可以在其中快速的安装查找 MCP 服务。如果在这个 MCP 市场里找不到你需要的服务，那么我们也可以点击右边的加号，然后去手动的添加。比如说我这里就添加一个文件系统，然后保存，就会在已安装这里查看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用一些例子来测试一下 Craft 模式以及这个 MCP 它们之间的协作怎么样。首先呢，我需要把这个腾讯代码助手呢给它放到右边去，在左边我实在不习惯。我个人的话还是比较喜欢在右边出现这样方便我看这边的文件。首先我的第一个案例让它在 Web Demo 下生成一个响应式的个人博客首页，包含导航栏、文件列表以及页脚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怎样的逻辑帮我们生成创建。现在呢，我双手离开键盘，看它自己操作。目前的话是这样的非常的简单。当然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，看起来的话是没有问题的。它可以根据我们屏幕的比例去调整画面的元素，这一点是符合我们要求的。当然如果你想让它更美观一点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继续去尝试。我这里直接让它丰富，加入漂亮一些的卡片， UI 呢设计的好看一些。那我们看一看这一次它会怎么操作。那我让它进行美化之后呢，大概就长这样了同样是响应式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让它来写个游戏，在 Craft 模式下直接粘贴我们的要求，然后回车。它这块呢，先是检测了一下，发现我没有这个目录，它就开始帮我新建了一个目录。然后它这里说发现了我这个 IMG 下有几个文件，等会儿它会用到。那我这里先不管，就等它完成之后看看怎么样。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它生成的过程这期间呢，我没有做任何的动作，就是给它一句指令，它自己创建了文件夹，并且呢，把我准备的图片自动放进了这个素材库里。然后呢，它开始一步一步的来更改，并不是说一次性完成。使用敌人替代了绿色矩形，使用金币替代了简单形状，然后修改了膨胀逻辑。它现在呢是这样的可以踩怪，但是怪没有死。我这里呢就让它稍微修改一下，地图应该循环，怪物应该小一点，然后让它修复一些 bug 并优化。总共耗时呢1/5昆时，终于完成了。我们来看一看是可以踩扁的。这个角色的贴图以及这个怪物的贴图都是在网上找的，包括这个金币。这个地图的话就是他自己画的了，我特意让他把这个地图循环，所以我们看一看它是循环的。还是有点问题这个竟然掉不下去。按理来说这个应该掉下去要死的。再让它加一些砖块和管道，整一些道具啥的就完全可以了。我在腾讯的代码助手里安装了一个叫做 Fetch 的 MCP 服务，那它呢可以抓取网页的数据。现在呢我就给它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任务，使用 MCP 从哔哩哔哩这边拉取30条热门视频数据，提取标题和发布时间字段，把这个数据保存到一个文件夹里，然后去生成一个管理应用，可以直接读取我们刚刚保存的数据，包含视频列表展示、标记已看、删除分页的功能。那还是比较复杂的，我们看一看它来怎么操作。它首先呢是分析了几个步骤看起来呢确实有点复杂。这里代码已经编写完成了，添加了很多的文件非常多。我们直接让它开始运行，我让它运行一下测试。
这里它自动打开了一个管理页面，但是呢没有看到任何数据。我们再回看一下，我这里向它回复说我已经看到了管理页面，但是没有数据。它这里分析了一下，说可能是路径问题，也可能是服务器未运行，就是它有一个前后端嘛，应该是后端没有运行。那现在我们就运行一下后端，运行在5001，我们可以打开。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后端已经成功运行了。那相应的我们的前端也显现了出来啊，可以标记为已看，可以删除数据。不过我让它抓取的数据呢是23年的，因为我没有 B 站最新的接口。当我把这个后端给停止，那么相应的我们前端数据也会消失不见，这个就代表着我们刚刚打通了前端和后端。那还是那句老话 ，MCP 大有可为。最后呢，我们简单回顾一下，今天我们介绍了腾讯云的代码助手 CodeBuddy， 使用了他们的智能体 Craft 制作了一个个人网页，制作了一个小游戏，通过 MCP 服务呢，在网上抓取了数据，并且根据这个数据做了一个前后端打通的管理面板。所有的案例呢，都是通过对话的形式来完成的，使用起来呢没什么门槛，也比较高效。当然了，这个代码也有很多地方可以优化。不过作为国内首家支持 MCP 服务的 AI 代码助手，那我还是要说 MCP 协议大有可为，腾讯代码助手未来可期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，欢迎给个一键3连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